其次就是一个心理层面的一个管理，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心理与睡眠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隐形的一个防线。长期的压力、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也会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实实在在的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使得人更焦虑，容易感染。对于老年人来讲呢，要鼓励他们保持社交，培养兴趣爱好，学习新鲜事物，获得价值感或者是愉悦感。同时呢，高质量的充足的睡眠也是免疫力的一个修复的事件。在睡眠的阶段呢，身体会释放一些免疫物质，修复受损的细胞。中老年人呢，应该创造良好的一个睡眠环境，保证规律作息。心理平衡与睡眠安稳，相当于为免疫系统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优越的后方环境，让其能够始终在最佳的战备状态。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确实是通过这样一个立体的全面的防御网络呢，可以说是从内到外，从身到心啊。对于那些已经有一些慢性呼吸道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提到的反复的支气管炎的患者，在日常养护上啊，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需要特别加强的加固措施会有什么呢？明白。对于这种呼吸道的一些脆弱的人群呢，除了刚才提到那4点以外，还需要增加一些主动防御的一些公式。比如说第一呢，就是加强气道的一个自洁的训练。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自己锻炼呼吸肌肉的一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有效的一个咳嗽。就是在家人的辅助的情况下，定期的进行一个拍背。或者是帮助这个松动，帮助它这种拍背呢，可以帮助这个深部的痰液排出，然后呢减少这个病菌的定植。第二呢，就是建立一个呼吸道日记，简单的记录每天的咳嗽、咳痰的一个情况，包括这个咳痰的一个颜色，还有一个量。其次呢，这个气短的程度、体温等等也要记录，这个能帮助我们自己和医生在这个交流过程中呢，能够更好的记录我们这个平时的数据。第三呢，就是注重耐寒的一个锻炼，比如说平时用冷水洗脸，或者是逐步增加户外的一个运动的时间，提高呼吸道对温度变化的一个适应能力，减少就是因为受凉所引发的一个急性的一个感染。这些强化的操作呢，可以让这些感染就是呼吸道脆弱的一个状态提升到一个比较坚强的一个状态。好的，这是一套非常可操作性强的一套日常的防御方案了。那坚持做好这些呢，就等于在感染来袭之前就已经把城墙修得又高又坚固了。但是生活当中呢，我们难免会有一些万一哈。如果说家里的中老年朋友真的出现了呼吸道感染的症状，那守在旁边的子女往往最焦虑的就是多休息、多喝水，我们多观察一下，还是应该立刻去做这个就医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决定其实可以说是承担着一定的压力的啊。那您可不可以接下来给我们建立一个像这个信号灯一样非常清晰的、非常可操作性强的家庭护理决策上的一个指南？这个问题呢非常实际，建立家庭护理的一个红绿灯思维，其实是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注意的。核心原则就是不要盲目的等待，不要在也不要过度的一个惊慌，就是把这个客观指标进行分析，进行分级。我们可以把这些我们观察到的信号呢，进行一个不同的一个分级。比如说进入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红灯区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进入一个马上就医的状态。之前我们提到过的一个马上就医状态的一些红绿灯包括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突然间静息状态下突然就开始喘憋，或者是突然出现的意识障碍，这个才是需要马上去就医的这个情况。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有咳嗽次数增加，比如说呢，有昨天比今天比上个月或者是上周的时候走路6分钟实验走路时间要短，走路的距离要短，这种情况呢都属于一个慢性的指标，它不需要马上的就医，但是需要我们来注意和警惕的。能理解哈。其实我们按照这个红灯、绿灯、黄灯这样的一个总结，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可操作性强的一个建议了啊。那刚刚已经提示到了，在红灯的这个状态之下呢，我们是要及时就医那我们先从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区域出发，好不好？我们先来说一说绿灯哈。那在绿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建议就是我们先保持居家，先继续观察。那
绿灯啊，绿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限定？那绿灯呢，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一个症状轻微的这些症状，比如说这个体温小于38度，比如说轻微的咳嗽，比如说流清鼻涕这种症状都算比较轻微的但是呢，刚才这些情况一定要是症状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它一定是老年人可以正常的交流，可以正常的这个饮水吃饭，没有食欲一个明显下降。还有呢，就是生命体征一定要稳定，就是呼吸频率要小于24次每分，或者是血氧饱和度呢要大于95%。在这个阶段，就是我们的重点还是在家庭护理方面，看看能不能就是老人病情有没有好转，这个时候是可以观察的。那关键呢，有需要做到以下几个这个操作第一个就是保证充分的休息，避免劳累，还有就是补充充足的水分和电解质。重要是温水，然后口服补液盐等等，然后防止脱水。第三呢，就是提供一个易消化、高蛋白的一个营养，比如说这个蒸蛋羹包括肉末粥，包括牛奶等等的，就是给免疫系统提供一些弹药。第四呢，就是密切监测，每天呢每天的至少是早晚的2次一个体温监测、呼吸频率或者精神状态的一个监测。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说这个绿灯呢，可以说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观察期那您觉得这个观察期它大概是比如说几天、几周还是多长时间？另外呢，如果说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是在提醒我们，这个安全区可能要迈出去了，我们可能要到了一个黄灯区了。绿灯期的时间应该是比较短的，通常是2到3天。如果说发现了另外的其他的情况，我们要进入这个黄灯的一个警惕状态。第一个就是症状的一个持续没有明显缓解，或者是有加重。那比如说低热超过3天不退，或者是咳嗽加重，或者是痰量增多，或者是痰变颜色变黄了。那第二呢，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症状，那比如说突然开始胸闷了，或者是嗓子或者是胸口有这个呼噜声，就感觉有痰鸣音了。第三呢，就是整体状态的下滑，就是虽然明显没有高烧，但是精神状态、食欲都比之前要下降了，精神变得萎靡了，就是应该亮起黄灯了，或者说要进入红灯的状态了。